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抱歉，这次我想为赵丽颖们说句话。最近，赵丽颖主演的新剧《风吹半夏》热播，聚焦于90年代的钢铁行业，算是一部时代群像创业剧。可点开豆瓣页面，首先映入眼帘的短评却没有在讨论剧情、人物，而是围绕着赵丽颖的状态展开辩论。不少一星差评指其状态差、疲态、大饼脸、老气。随后，85花们今年播出的新剧也一同被拉出来对比。没有人能逃过状态审判，毛孔细纹、肤质身材都被放大再放大。有人觉得女明星靠脸吃饭，被挑剔状态理所当然；也有人认为比脸部状态更重要的是角色状态，忽略剧中人物设定强行要求女明星永葆青春是一种病态。毕竟，许多女演员在内娱消失，就是因状态不在。咱们今年就此来聊一聊，当大家讨论女明星的状态时，到底在讨论什么？事实上，85花们每没有新剧播出，逐帧截图讨论女演员状态已成传统，而状态审判的对象也逐渐扩展到所有热播剧女主角。多数时候，观众对演员状态的认可建立在表演之上，角色塑造深入人心就是好状态。但在内娱，这个标准似乎发生了变化，与其说在比状态，不如说在比美。在这个标准之下，不论剧集品质如何，一条细纹就足够判罪。就像《风吹半夏》还未播出，女主角就被吐槽状态不佳，脸部油腻发腮，身材臃肿肥胖。赵丽颖还为此发文解释，称没有特意增肥。剧集开播之后，因片中肤质过于真实，海边渔民脸上的晒斑，主角之一赵磊的痘坑，许半夏脸上的纹路，全都清晰可见。加上女主年龄已过而立，离过婚，在男性主导的钢铁行业摸爬滚打，为了合群，只能表现得更加圆滑老练，老气横秋，状态不行，成了一星主因。颜值下滑，剧集也跟着被否定。同理，杨幂、刘亦菲等当红女星几乎一直在面临状态问题。《爱的28定律》播出期间，杨幂油腻冲上热搜，刘亦菲颜值下滑也随梦华录的爆火一起备受讨论。期间甚至不乏看似评价状态，实则人身攻击的恶评。不难发现，内娱状态论的背后逻辑与比拼红毯造型并无区别。剧集不过是比美的契机，剧内角色也成了展现颜值的工具。似乎脸垮了，剧也会跟着垮。而观众真正在意的是这些吗？内娱的状态论看似无毒，其实已经泛化，转而成为禁锢女演员的囚牢。诚然，观众对于85花们的印象比起演员更像明星，可在状态论甚嚣尘上的环境之下，演技派女演员也难逃一劫。2018年，电视剧《如懿传》开播，周迅因与角色少女时期状态不相符，被各方吐槽，一时间评论区涌入不少一星差评。剑锋直指周迅老态尽显，状态差，加之比起竞品《延禧攻略》的快节奏，《如懿传》透露着悲哀的悠缓如文火慢炖。不少观众等不及剧情发力，开头就弃剧，开分刚过6分。但事实上，周迅的演技状态比外貌状态更扛得住时间与口碑。《如懿传》也凭被低估的细节与品质评分逐渐回升。谈及这一波状态审判，周迅曾言十分难过，但更无奈的是，一旦女演员只因外貌就被判状态差，并因此被忽略演技，甚至遭观众厌弃，那对于女演员而言，选择便会锐减，戏路也会更窄，转型更是难上加难。无独有偶，
孙俪也一直与状态差的评价纠缠。在电视剧《理想之城》中，她饰演的造价师苏晓，开场就失业又失恋，人生跌落谷底。可剧情还未有所进展，孙俪状态就劝退了一波观众。许多人仅凭苏晓的外貌就纷纷下达一星判词。演技女演员们的状态滑铁卢，像一个代价警告。为了不被冠上状态差的标签，许多人开始刻意保持女明星的靓丽人设，但过重的偶像包袱让做表情都充满顾虑。同时，制作方也开始规避风险，不敢让演员真实状态暴露在观众面前。各类剧集中，墨皮美白滤镜肆虐，甚至许多以中年女性为故事主角的剧集，也要小心翼翼地抹去每一条细纹。对状态的追求，让不少女演员走入极端。早期的张萌表演清新灵动《美人心计》中为子夫一角惊鸿一瞥，后期却因新版《天龙八部》中王语嫣一角遭受了网暴程度的状态审判，因此产生自我怀疑，并深陷其中。为改善状态，张萌不惜对自己大刀阔斧走上整容之路，因此几乎断送了演艺生涯。诚然，演员在镜头之前有被审美的潜在要求，但在内娱语境之下，女演员们的好状态要求已经逐渐漫溢。在台下要保持精神饱满，在作品中也需容光焕发。但这样的要求对于真正的演员而言，真的合理吗？当我们把视野打开，答案便呼之欲出。婚姻故事中，斯嘉丽·约翰逊饰演的妮可一角，整个人在漫长、繁琐、让人精疲力竭的离婚过程中失去光彩，黑眼圈、泪沟清晰可见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整个人不修边幅，时常透露出难掩的疲态。这样的状态固然不符合女明星的好状态，然而人物形象却是基于剧情与角色要求之上。此角成就了斯嘉丽多个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。试问谁能仅凭外貌状态否定作品与演员表演的成功？查理兹·塞隆，好莱坞最美面庞之一，在出演真实人物经历改编的电影《女魔头》时，一手摧毁了自己的美貌。真实事件中的主角艾琳是公路妓女谋杀案真凶，为贴近角色，塞隆增肥数十斤，还刻意粗糙皮肤与发质，追求视觉上的状态差。左为塞隆，右为人物原型，形象一出，昔日完美女神在不少媒体路人口中状态似大妈。可正是这样放在内娱堪称黑历史的角色，让塞隆拿下了奥斯卡奖杯，也实在彻底地甩掉花瓶性质的单薄女明星身份，变为一名真正的演员。可见，一味追求女演员外貌状态，其实是本末倒置。事实上，内娱完全不乏曾经状态极好的女演员，可大多花期一过，状态不在，就查无此人。正如 B 站十分流行的古偶中妈妈们年轻时的颜值盘点，在《星汉灿烂》中饰演皇后一角的佟磊，其实是80后，也曾凭实力提名飞天奖，拿下金鹰奖最受欢迎女演员奖杯。佟磊出演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角色，比如23岁时在《隋唐英雄传》中饰演身世凄惨的李蓉蓉一角，25岁时因在《亮剑》中饰演李云龙第二任妻子田雨进一步为大众熟知。然而童年女神状态流失，如今只在被人回顾起昔日颜值时才得到注意。更典型的还有不久前拿下金鹰奖事后的樱桃，令她彻底翻红的其实不是演技，而是那一组被盛赞逆生长的海边戏水照。继而樱桃少女时期作品被翻出，被网友加封纯欲风鼻祖，但其实樱桃本人早就吐槽过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演员的魅力仅限于少女感了？其实内娱对于女演员状态的要求背后，也反映出如今审美偏好的不成熟。
女演员处于被审美的绝对位置，问题在她们身上也会放大得更明显。目光侧重于状态而非表演实力，必然会演变成对青春貌美的永恒追求。不难发现，在各路女神颜值安利向视频中，女明星们所饰角色明明已是青春貌美，但仍会被套上厚重滤镜，滤镜叠加滤镜包浆，皮肤像刷了腻子，磨成失真假人。状态追求逐渐极端化，女演员在此标准之下失去了衰老的权利。周迅因状态问题被质疑后，曾与陈可辛谈及对衰老的焦虑，得到了其他许多女演员的深切共鸣。不久前刚刚拿下金马影后奖杯的谢盈萱就表示无奈。确实，许多人仅凭一条细文就判定演员状态，让人苦恼。周迅作为公认天赋与实力并存的女演员，仍要受此困扰，何尝不悲哀？知名主持人张越也在采访周迅时提到中年女演员的状态困境。在表演上，大多数演员的经验与年龄成正比，青春状态不在，但表演状态反而会越来越好。而内娱的状态论之所以大行其道，起到反作用，也是因为剧作类型稀缺，上升通道狭窄，只能比拼状态，他路渺茫。正如《至尊红颜》中饰演王皇后一角的张彤，如今也在古偶中流连。儿童剧中的贾静雯已经成功转型，凭借几部现实主义佳作，拓宽了作为演员的边界，大放无惧展示皱纹，因有作品托底。说白了，极端状态论只会封死女演员转型之路，比演技、比作品，都比审判状态来得实在。对于真正想要前行的演员，正向鞭策才有可能带来正向反馈。只看到状态，结果就是内娱整个评价体系不在状态，这才是真的垮。